我是大伯的女婿，跟你讲，大伯的女婿。胡是还没吃，哥们看，胡是饿了。你们看，胡是给你们看舞蹈完就饿了，又要吃鸡肉了。这个是怪我吗？没吃饱啊，胡是偷吃啊，是饿了是吧？刚刚吃饱，现在又饿了。人多了也对，人多也不好吃多。拿面包给他，在家里有面包，但是有饭吃嘛，对吧？有饭吃，还肉还很多，让他吃吧。瓦的话还没盖，瓦今天都还没盖。瓦的话已经到家了，但是还没按上，因为今天下雨，我们也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下雨的。如果明天还下雨的话，是根本是盖不了的，要停雨才能盖。我那个仓库的瓦的话，跟胡叔这个瓦一模一样的那个料，也一模一样的那个颜色。对，今天好日子这么热闹，今天是387节，我们这边是387节。胡子现在的话，他还不同意剪头发，可以讲。弟媳今天中午来了，他来了，然后因为弟弟去上学了嘛，所以晚上他也没有来。胡子在这里啊，胡现在就是有2家。然后也是2家的工作了人员了，因为他还没有来过，今天他买菜了，然后他今天菜是1拖3和那个大伯干女儿去买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本来在这边做饭了，晚上在这里吃，但是他的弟弟叫他过去他家吃饭，他的亲弟弟因为他女朋友来，然后他要过去这样子，还等一会儿就回来的。弟媳上学，弟弟在上高中啊，房子开工了嘛。我们现在在打算就是1月28号就是先打井，然后2月10号就开工。大家觉得这个2个日子可以吗？我们要分开，要先打井才能开工，忽然开工了是不是打井不能进去了？现在不是3月份吗？是那个农历那个过年的那个月的。弟媳上高中哥，他在上高中，对，都是好日子。对，那个2个日子的话，我们是专业去看，就包括就是家盖房的时候，还是小树婶婶家里动工盖房的时候也是看了日子，其实那个看日子还是挺顺利的，不管动工还是封顶还是住新房的感觉还是挺顺利的，所以我们这次的话我们又找他说国历吗？国历1月28国历90米以上仅1万多，不用打这么多吧哥。在我就是在就是家里的话，就是打了30米还是多少米，就是不用打这么深吧，应该不用打这么深吧。农历是农历，跟你讲，就是动工，我们都是说是农历的日子，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村旁边的一起吃，在有的家里吃，60米，家里是60米，我们那个外面。我们外面应该不用打这么多，应该主要打多少的话要看，好像是不是打多少米要看，它从这个地上面打到有水，从那个有水打到下面有多少米，是不是来着？也不是喜欢特久吧，就是主要是今天的话是他们就是1拖3煮鸡去买菜回来，然后在小苏家里吃，因为今天的话是主要他们给女人办嘛，因为今天是妇女节，对，妇女节，200米以下水流出油为对，我们万一打出石油了怎么办？就是妈妈不要回来了没有？应该现在的话才8点，应该他还没回来的。现在才8点，应该他还没回来，还早。打出石油你就发财了，真的假的？我们不会这么幸运打到那个啥吧？那里的话是没有不可能的讲。如果有那个的话是肯定它会有专业的地方有了，那里的话都是建房土地那种的，根本很少有这个可能。那打到这个就发财了吗？哥也想看仓库，我先带个爷爷回去看一下仓库有没有油。石油是什么？
你喝，我不喝，我不喝，你喝，我吃饱了。对。我吃饱了。你是不是饿了？还好。刚吃了一点。等下泡个方便面吃好不好？好。看仓库是吧？巴中是中国重要石油储地吗？真的假的哥？真的假的哥？我听他们说的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那个石油是什么？就是车子加的这个油。哦，那是不是发财了？我天哪！但是就算你打出来，你也不能踩啊。你也不能用啊。对啊，你也不能用啊。更麻烦哦。对啊。现在贵得很。昨天不是我们打的吗？我们不是打车是吧？师傅加了比之前贵一点。对。然后师傅就说这边油很贵，以前这边油是2万，现在是3万多。对。一升啊。而且每个人只能加了一点，不能加满，也不能买回去哦。他们这边油更缺个点，25万亿啊，1万多元。这让爸爸把灯亮来啊。这个灯，天气打车买不出来就车进来了。我们是打车，他要了多贵了几万好像是。但大家都好像对仓库刷白有意义是吧？那就刷白嘛哥，那你买1桶白回来好不好？买1桶白回来，弟弟练手，我来刷好不好？8块5了，这么贵啊哥？这边哇，这边算是3万多了，比我们那是贵喽。那大家都说刷一下就刷一下吧，等它干了咱们刷嘛啊，因为大家也是想，说实话，其实这些都跟你们没有关系，大家只是想小松一个外国人在这边把事情做到位是吧？做到位，然后啊，这是想把做到位。好，弟弟就把刷好吧，刷一下可能好看一些啊。我们正月28啊去打水晶，来刷一下嘛啊。大家也是看得开心是吧？油价涨了，刷白这个一致。明天这个如果说不下雨的话就盖瓦啊。如果说明天能把瓦盖完，我们后天下午或者大后天可能就去省城，大后天去省城。还要平地啊，那个地那个上面这么脏，不那里这么乱，什么芭蕉树什么这样乱七八糟，好像我们还要那个平地怎么平？可以请娃娃机好像一下也不行，可能我们得自己动手。那个还很多事情呢，我们还要赶紧去，不然28号都来不及。看鸡仔长大没有？对，先打井的话，他们这边也要算日子啊。28号，因为我们那个土没有动过，知道不？如果说修了房子再去打的话，就随便打，不用算日子。但是我们打井肯定要打到里面，是吧，朋友们？哇，这鸡仔好大！打在门口的话也不好看，打在里面的话，到时候修房子车子又进不去。我们要打那种比较先进的井。哇，这鸡仔好活跃，我天，好活跃！打井的话，放心吧，哥，这边只怕你没有井打。打井的话，他赚那么多钱。他开心的不得了，不用请啊，我们直接随叫随到，应该是打100米深啊，那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吧，打100米深，那不是太飘了吧？打100米，岳父家的这个才是60米加上管子都用了，好像用了1万几哦。这个仓库确实可以啊，你们不知道老郑对这个仓库是多么的喜欢啊，他太喜欢这个仓库了。你看家里这么乱，希望以后我们把杂物就可以摆在这里了，房间就没那么乱了，是吧？包括咱们的这些。我们那些东西样品啊，弄个架子，咱们那个小商品店里面好像还有架子，我们可以弄回来摆在这里来。你看民宿必须要打哦，必须要打。其实哥，我们那个房子不是说非要开民宿，你们懂不懂，朋友们？我是想的是把它做成有商业价值，同时也能自己住啊，也能说开个民宿的这种，我是想做成这种。咱们第1楼好像只能架空啊，架空的话，咱们以后啊长远打算的话。我们又能停车，又能这个以后啊，没做什么生意的时候，我们又可以把它做成这个客厅，是不是？但是中间的话，肯定要开一个楼梯的。但是1楼啊，外面的话，我也打算从左边或者是右边弄一个楼梯往上走到2楼，走到2楼，2楼的话是留一个露天阳台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留一个3-4米的露天阳台，8米5的宽，3-4米的露天阳台往里面走，那个也可以喝点咖啡啥的，是吧？也能当个饭店，也能这个喝咖啡啥的，是不是这个姐？我是这样想的。然后3楼的话啊，3楼还没计划，2楼后面的话咱们就可以做点房子，做点这个民宿啥的。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？我是这样想设计的啊。弄个露天阳台的话，因为他们越南人这边比较休闲嘛，是吧？咱们可以弄个咖啡，喝个咖啡啊，或高大上。中间就是1楼晋升的中间要开一个楼梯往上走，然后门面旁边我们要把大门，我们下面不留大门，各位啊，下面的话直接是弄个那个门给它封了，那个可以停车，以后可以做成这个
以后可以做成这个车库，要么做成客厅啊。以后如果说房子做生意不行的话，也可以弄小卖部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个客厅的左边啊，我们比如说就现在怎么个啊？就是拿这里来说，看吧，这里是一个仓库啊，这里是一个地下室进去，也不是地下室嘛，是一个这个架空。这里有个楼梯往上走，楼梯往上走走到这上面啊，这里就是一个露天阳台，各位姐妹，相当于是这里是一个露天阳台。露天阳台差不多的宽度也就弄这么宽吧，这个应该有3米多吧，弄3米多，然后里面再修房子，这样设计好不好，各位姐妹？然后后面再修房子，弄个露天阳台，加这个地下室，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很好？我觉得这样子设计的话，又有商业，是不是？又有那种又有那种感觉。好土吗？我觉得这样很好的，个姐，因为商业要有商业房子，必须要这样去弄啊。我们要把2楼给利用起来。如果说给他修一个平的那种开间，他只能自己住了。弟弟说对不对？弟弟思路很明白了，是不是朋友们？如果说修平的话，他完全只能自己住，没有商业价值。对，观景房，对，必须得停车才可以啊。民宿谁住啊？民宿的话，很多人住的哥，很多人住的，这个大家不必担心啊。关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看一下这个，其实那块适合做网吧。做网吧的话，我们没有这个关系。做网吧的话，也不是那么合理哦，我觉得。看仓库这些材料都拿回来了，大家猜一下这些材料用了多少钱？仓库材料，这个总共是15兆人民币的话，4300元，也还是不是很贵啊。明天几点直播？如果说明天不下雨的话，上午就要直播，哥，好不好？对，出图纸，正在设计，我都在找设计图纸，就是这种感觉的，哥姐，我来可以看一下，我手上，我昨天晚上就是差不多是找了一个，就是这种感觉给大家看，但是修不了这么大，哥姐啊，我给大家讲啊，看吧，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，不要这边啊，不要这边的这个啊，哥姐啊，没有这边这一块，那个楼梯靠近最左边或者最右边，这样子下面是一个架空层，里面又能当客厅，又能当这个停车。然后上面是弄成这样子一个露天阳台，弄这样子设计，这个可不可以，哥姐？相当于是这样子，看吧，这个设计好漂亮吧？对，这个就是又能住又有这个商业价值哦，这个真可以是吧，哥姐啊？你们懂我的设计了没有？这样看吧，下面停这个车这里面，如果说以后我们不做生意了，我们也可以弄成客厅，是不是也有面子？是不是？意思就是我这边弄个5米。弄个5米6米，这边的话弄一个楼梯上去往上走，这里露天阳台咱们能给小舅子或者是三姐弄个咖啡店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哥姐？我们又能做饭店也可以噻，坐在这里吃饭多那啥，是不是？你看后面也可以当那个什么，后面当那个什么民宿，漂亮是吧？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哥姐啊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只能说，我也想了很久了，这几天我的头都想得很大了，只有这样子去做，才能又能住又能商业。如果说我们不弄什么露天阳台，或者是不弄什么架空的话，咱们只能自己住，知道吧，伙计？你们觉得自己住的房子的话，以后比如说我们做不走了，我们出手都不好出，是不是？8米5宽够了，哥，宽是够了的，只是我们那个看起来小一点，漂亮，差不多就是这种嘛，哥，太漂亮了，是吧？哇，大家都说可以啊。合姐必须得要露天阳台，知道不？那才能显得出来房子的这个好看啊。自己做就没好大意思，专业设计，我就是想设计成一个这样子的嘛。我们也可以不要这个大门，可以把这个大门弄成玻璃，小门从这边进去，是不是？进去啊，比如说进去这一层，我们又能喝茶，又能喝咖啡厅，相当于是这里相当于是大厅一样啊，相当于民宿的宾馆的大厅，往里面走就是民宿，就是那个什么房间。哥姐，我觉得这样很合理。如果即便是有一天我们没有做民宿或者怎么样，下面我们可以开小卖部，在下面自己住也可以当做客厅，是不是，哥姐？完美啊！有条件的话就弄个3层，就弄成他这样子，对不对，哥姐？这房子很适合商业，哥。我给我的感觉啊是这样子，有点大厅喝咖啡，福子就没人跟他说话了，你看，主干敏格莫拉笑了啊。福子现在完全改变了啊，福子1楼33米。我们只修10，我们必须高层啊，必须这样高层。弟弟反正就是打地基嘛，就是我们商量的打地基的话，我们就给他打深一点，做个4、5层的地基嘛。修的话就是按照1楼1里去修嘛。如果说这个什么一切都顺利，条件也可以的情况下，我们就给他弄个3楼嘛，好不好？
到时候我就明年的话，争取今年1年把它修好啊。然后明年的话就，如果大哥大姐愿意来这边看一看玩一玩啊，都可以住咱们这个。因为最近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，你看这边的孩子都要在讲，小孩还在吃啊。最近我也看了很多这个房子这样的设计嘛。需要坐电梯吗？电梯的话就不坐了，哥，因为3层的房子没有必要坐电梯，除非咱们，哥姐们就是这个设计啊。我弟弟个人觉得这个设计，无论你再修都可以往高里修，是不是？这个1层2层都有商业价值，是不是，哥姐？弟弟觉得啊，但是现在是面临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后面因为那个万丈高楼从地起，是不是？但是后面我们的房间要怎么设计？这个前面的话应该可以设计，但是必须后面的话就必须得那个专业的人去帮我们设计房间，多设计一点。咱们这边下面的话也能当客厅，以后摆个电视机、沙发啥的啥都可以。这个像里面啊也还有楼梯往上走的，差不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哥姐啊，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子。面宽8.5米有了，8.5米还是可以了。永久的产权，哥，那个地的话是秋秋的名字，不是我的名字，是永久的产权的，对商业为主。亮光，给我指出来好吧？出开，没了，出开，没了。楼梯从边上走，对，楼梯从边上走。好，这样房间不给我们要做成越南他们这边没有的那种。他们这边房子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到时候我去多拍一点视频。他不会缠我的，最高可以修7层啊。胡子可能有点冷啊。不冷，它是热乎的。膝盖怎么这么冷？诸位，胡子叔还是挺那啥的。我现在看到胡子叔的这个改变，我说实话我也挺开心的。不用单砖，哥，用个18墙。这个单砖好吧，这个就是单砖。那就修7层是吧？一不做二不休吗？给胡子叔租一个单独的房间，免得他害羞。哎呦，这个小狗没有其他的精灵，看起来我感觉其他的小狗好活跃哦。这个狗一点都不精灵，看起来。我们有这个图纸就可以修嘛。这个是小时候酒肉朋友的女儿，这个光头是大伯的女婿。看婶家里好热了啊！婶子好，哇，婶子还在俩瓜，婶子还在，开心了。地基要考虑6层以上，方便以后。6层以上的话，那个太浪费材料了。哥姐们，你们觉得那个地基要怎么修啊？地基我们弄地圈梁啊，还是要弄？必须要这个筑基啊。如果说修到高层的话，要稳一点，是不是必须得筑基？地圈梁可能也不是很得行啊。打桩是吧？要打桩。打桩的话那也就是小时候他们这个房子这样设计啊，是吧？立个柱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，朋友们？小时候他们这个是先倒柱子，咱们好像不能先倒柱子吧？打桩，修弄地圈梁省得起吗，哥姐？好像我家里那个3层房子啊，都是用的地圈梁，要不咱们修个地圈梁就可以了。打桩、地圈梁都要，对，一定要请。专业老宋那就很专业，哥姐们啊，他的建设很专业，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图纸，咱们现在需要一个图纸，往地下放柱子，打桩扛重的。打桩就是往地下打几米深，那就是跟小时候这个一模一样嘛，是吧？但小时候这个他是先倒柱子，然后再修马砖，这个好像不对啊。想什么都不懂，我不懂哥啊，我比如说你们说弟弟在工厂里面做这个流水线怎么做，我可能要懂一点。我真的对修房子我一窍不通，哥姐，真的。有的时候你们让弟弟干活，其实我也干不了什么活，修房子的活我干不了啊，哥姐啊。我们做的工作不一样，但是我再不懂，现在修了这个今年啊，因为直播去年和前年修了2次房子，也多少懂一点。小时候桩子不够深，我意思就是我们还打桩比小时候这个桩子还深，那敢挖吗？哥姐，左右都是房子，可来哥姐啊，地下室不适合他们，非要专业人设计图纸，先起砖然后再倒柱子，好不好？用框架的话。那个房子来得太快了啊，代价又大。老宋砸钢筋，快得很，凶得很他。因为我们倒混凝土，我们要请团队，那不是快得不得了。以下房子整好了，和表哥，我们到时候把表哥拿去给我们建议一下。一定要用挖机，我感觉用挖机可能不挖，有现成装置用挖机拍地下，到时候看看他这边能不能怎么做啊。
看我们能找到什么样子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些我们都要提前去了解的，主要是地基承载力。一楼一定要做框，一楼做框架，上面的话不做框架可以不，哥姐们？钢筋工就是力工，设计出来就知道咋干了啊。今天小叔家里好热了啊，都要做框架吗？那是比较的这个恼火的。这个大我女婿，这个大我女儿，哥姐啊。大我刚才在吃饭好像回去了啊。大我今晚没怎么吃，好像是盖3层用混凝土，当胡子开灯啊。我知道哥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会做，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给哥哥姐姐们。现在建房子这些结构啊，我都懂，什么框架，什么框剪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大家形容，到时候还得让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给弟弟妹妹建议，是不是？哥哥姐姐们辛苦了啊！今年的话，弟弟也是再做1年的内容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这个喜欢。是的，我们很快啊，就是预计就是大后天啊，大后天我们就要去省城了，但是我们晚上还是回来啊，去省城处理事情，租房子，还有这样那样乱七八糟的。租房子啊，还有这个打水井的前面的事情，还要我们去联系一下材料，事情还多哎。开工了，把水井打了，我们还去联系电。水井打了之后，咱们就去回边境一趟啊，去接一下老宋，把房子租了。我妈在那边等去待产。这个的话就是预计把这个地层啊地基弄了，我们就下边。3把姐维修又打一把，刚刚打了一把那个，我看到刚刚给路上打了一把好像。请教秋秋的表哥设计地基，一定要叫表哥，因为表哥他是建这边房子的嘛，所以说还是得让他去一下，因为左右都有房子嘛，小叔吃的很开心，小叔亮光，干嘛，好吃，小叔这个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吃完了啊，他们都说泡菜虾饭好吃。这个妹子16岁就生孩子了，她长得跟她妈一样啊。哥姐姐们看嘛，像这边越南这边的女孩子啊，看到没有？都要等着在这边收完，你看到没有，哥姐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所有人都是，包括3几个秋秋啊，去到别人家里啊，咱们都要收进来。刚刚这里是那个小叔那个朋友给收过来的。哇，今天这么多鸡肉啊，剩了好多，好可惜啊！这个鸡肉还可以吃的，炒的不然可惜了。小叔，说实话，哥姐姐们，我不开玩笑啊！我每次看到小叔家里这样子，我就为他感到开心了。我这几天我都在看以前的小叔的视频啊，我都在看以前的样子，到现在改变。说实话啊，看这个烤肠也是咱们的啊，也是咱们的口水娃的烤肠。你不吃啊？我在吃啊，哥。我等一下要吃一碗那个什么酸辣粉啊。酸辣粉吃点粉可以，那个红烧粉，因为我有点饿。